大家好，我是大伟，手是健康门。咱们经常说啊，五指通络，调衡五脏。手里面啊藏着太多我们身体当中重要部位的一个反射点。那么如果你能够有效的打开我们手上面全部的一个反射区，那么对于我们整个身体啊是非常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长寿的老人，你去摸一摸他们的手，你感受一下啊，他们的手啊摸起来一般都是温热的，而且这个手掌啊，你用手去戳一戳，会发现他们里面这些肌肉啊都是富有弹性的，而且啊摸起来非常的柔和，非常舒服。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的气血是非常通达的。其实我们只要学会在手上能打开身体上面这些反射区的点，那么我们的气血也会通达，经络也能打开。今天我要教给大家一套长寿的手上小动作，这套动作我希望大家保存下来，并且完全的学会，这对于你自己啊打开自己身上的一些反射区是能带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好了，话也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来讲动作。这一套动作啊一共有3个步骤，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手机放在一旁，跟着我一起来做。第一个动作啊叫做莲花扣指开十宣，十宣是哪里？就是我们的指甲下方啊，一共10个手指，所以叫十宣啊。我们手呈莲花状态来回的扣击，大家听这个声音啊。我们的大拇指大家可能看不见，大拇指是这样撞击的啊，大家看啊，这样撞击啊，扣在一起。那很多朋友刚开始做的时候，他手啊会错位，经常扣错位。我们手啊放松，然后微微分开，然后放松的状态来回的扣击，一定要有这种声音，大家听啊，一定要有这种声音。经常扣一扣啊，对于我们的血压非常的好。而且呢，你身体当中如果有内火比较重的、火比较大的，你经常扣一扣，还能很好的帮助我们降火啊。就这样啊，一般来说每天去做上一个99下，速度的话可以就像我这样啊，撞击感有些轻微的撞击感啊。那么很多朋友做的时候，如果说你有一些微微的啊这种疼痛感，都是正常的，不用太过于担心。好了，做完了第一个动作，我们再讲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也很重要，叫做什么呢？撞开合谷。得真阳，什么意思呢？合谷我们称之为啊阳气口。你看手并在一起，这里肉最多聚在一起的地方啊，就叫做合谷啊。它因为是像2个山峰啊并在一起，叫合谷穴。那么我们把2个合谷肉最多的地方在一起来回的敲击，大家一定要听这个声音啊。撞出声音啊！你只要这样敲击，你会发现非常神奇。做上一个30下到40下左右，很多敏感的朋友额头后背就开始出汗。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的一些寒啊要排出去。所以呢，我们就来回的去做。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做的时候啊，手要这样啊，手腕微微的啊呈这样的形状，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把我们的合谷暴露出来。同时手有一些微微的向内扣啊，把它撞击在一起。你能听到这个声音，同时手掌中间能传出来这种麻麻的感觉是最好的。好，就这样撞上一个50下到90下左右，打开你的手掌，手心上面会出汗，手掌里面会发热啊，这就是第二个动作。我建议大家50下到90下，一旦有了手掌中心出汗，额头后背出汗，我们再做个10下到20下就可以了。那么第3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左右摇摆通气血，开的是哪里呢？我们的大鱼际和我们的小鱼际这2个地方位于我们的手掌当中非常重要。手10指交扣在一起，然后呢，你看手像摆钟一样来回的用力摩擦，它摩擦的就是轨迹，我们在我们的大鱼际和小鱼际上面。大家看，听这个声音，一下是一下。啊，大拇指是垂直向上的啊，大家看，这大拇指是放松往上，一下是一下啊。做的时候不能这样做啊，这个就太快了。我们一下戳到底，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啊。大家看，每一下它都会有个停顿，对不对啊？这个做的是什么呢？就通我们的一个气血啊，我们就这样去做啊。一般来说也是建议大家做一个50下到90下区间啊，就这样去做。好。你全身做完了以后，这3个动作做完，一般来说，你体质再不敏感，你额头后背啊都会有一些出汗。它就是通过我们的手去打开我们身上的经络，把身体当中一些不好的东西通过提高我们的循环给它代谢出来。而且很多朋友啊，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会发现原本手上僵硬的，摸起来比较木木的啊，这个手掌常年发冷的，做完了以后手上就变热了。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个阳气啊提升了。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套动作，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转发和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家人，并且一定要把视频啊收藏下来，你跟着去练，反复的去练习，直到自己啊完全掌握、吸收了，成为自己所需要的一些知识。我是大伟，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养背就是养阳气，古人认为啊，腹为阴，背为阳。背部啊，又被称之为阳气之海。这句话呢，其实很多人啊不理解，我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大家注意看啊，日常当中，如果一个人啊他气虚啊，身体上面没什么劲，或者体质比较弱的人，经常出现什么表现呢？就是他的背部啊会出现啊这个弯、驼、圆肩这样的一些行为，甚至有些朋友啊，他这个后背啊想直，他直不起来，整个后背啊经常出现僵硬、酸痛，这些表现啊都是你后背阳气不足的信号。只要把你后背的阳气啊给它支撑起来，就能够很好的提升我们的体质，增加我们全身的气血循环，让我们的阳气啊更足。那么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一个道家非常好的功法啊，叫做缠丝功。这个缠丝功啊，不仅可以打开我们整个后背的经络，更能够啊让我们的气血啊涌向后背，锻炼我们的后背，增加我们的阳气。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非常的舒服啊，额头、后背啊都会微微的冒汗，而且这个汗和其他汗不同，它是一种像细雾一样的汗，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一些不好的杂质啊给它排出来。那现在呢，我把这个方法会教给大家，大家感觉做完以后有用、舒服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不要忘记了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跟着练。好了，现在我们来讲这个动作怎么去做。我们这套缠丝功呢，是道家开背伸阳法的一种啊，做起来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双腿啊分开啊，比肩微微宽一些。然后我们的这个膝盖啊，记住啊，要有一个微微的弯曲啊，微微的弯曲，不要完全的蹲下去啊，微微的弯曲，像这样。好，我们把这个动作基础动作摆好以后，腹部向内收紧，双手你看像我这样啊，并在一起，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放在胸前。好。我们把手往回收，收到哪里呢？你看，贴着我们的腋下绕一个圈，然后身子往前俯，把手往后放，好，形成这样的姿势，绕回来，再回到我们之前的状态啊。这个动作大家注意看啊，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手，你看在回收到我们的腋下的时候，一定要在这里啊，用我们手腕顶着腋下。转一圈，这个其实是一个强刺激啊，刺激我们腋下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刺激了以后呢，顺着贴着啊，你看身子弯曲，把手啊伸在后面，好，这样啊转回来。好，我们做的时候啊，其实是双脚啊是并拢是不动的啊，因为为了给大家演示，所以我的脚啊会来回的动。我们做的时候是脚不动的，你看啊，来把基本的姿势先摆好，腹部收紧，来走。身子微微往前俯，腋下转一圈，手打开，回，好，回到基础的姿势，再来第二个，侧面给大家看一下，第二个转一圈，身子往下弯，你看形成这样的姿势，然后手转到前方，回，啊，再来一个啊。不同的角度啊，给大家演示，大家一定要注意细节。其实这个动作并不难，它主要是细节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注意每个动作在什么时候我的身子啊是往前的，在什么时候收的时候我的身子是往回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啊。你看，基础的姿势摆好，然后来身子往前，手在腋下转一圈，这个后背不要弯啊。很多人做的时候后背会弯啊，不要弯，保持直立，然后往后打开。手打开，转回，收啊，收的时候你看有一个什么呢？啊，往回，腹部收紧，胸部往前顶啊，收，肩胛骨往后夹，再来啊，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一般来说，做完10下左右，额头和后背都会出汗。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快速的帮助我们伸阳的一个动作。你记住，只要是伸阳的动作，都会让人啊快速的发汗
为什么呢？就是要把体内一些不好的杂质给它排出来。所以呢，做了10个以后，你发现没什么感觉，好像就这样，那就证明你这个动作当中有一些点做的是不对的。那么就要把这个视频打开来，反复的去看其中的一些细节。当你能够找到，这个动作做起来以后，做完以后身上就开始出汗，而且感觉非常的轻松，甚至做完以后浑身活动一下，感觉后背也轻松，那么这个动作你就做到位了。我建议大家每天这个动作做上一个10遍到20遍，这样的话呢，就能让你的阳气越来越足，身体越来越好。好了，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你的一个小动作会帮助更多的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说到阳气这2个词，大家都不陌生，但是阳气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呢？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可以注意观察身边的一些比较年龄比较小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大概15岁左右的，你去观察这些人。他们的身上就会无时无刻散发一种我们讲青春气息。什么叫青春气息就是面色好看，同时呢身上有劲，说话有力，思维敏捷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叫做阳气足你再反之，我们看一些很多的就是50、60岁的，特别是你到医院里面看，这种人非常多他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面色灰暗。同时呢，身体走路姿态都会给你感觉一种非常要散的感觉，这种感觉呢，其实给你感觉就是一个字虚。那我们讲是什么呢？阳气不足其实我们的阳气它是一个由下到上，再由上到下的一个过程。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从出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阳气就是在随着我们的这个岁数增加，一直在增加。到达15岁到20岁左右，它会到达一个巅峰，然后呢，再开始慢慢的、缓缓的下降最后一直下降。那么我们讲你会发现年龄越大的人越容易阳气不足。阳气不足的表现就是身体发虚，浑身没有劲每天这个情绪上面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非常多，容易产生负面的一些情绪。最后呢，就是没有力气比如说话没有力气走路没有力气这些通通我们都称之为这个阳气不足。那么阳气不足我们怎么样去提升呢？在这里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我们身体上面都有一个阳气口子，在哪里呢？就是我手指的这个地方，你看我手一捏，这里隆起一个小山峰像2个骨它合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合谷就是这里我们提升阳气最好的一个动作就是去撞合谷很多人都知道合谷是一个大穴所以没事有些人就喜欢揉一揉捏一捏甚至按一按。但是我告诉大家，想要真正的把我们的合谷打开，那我们一定要学会撞合谷。撞合谷怎么做呢？非常简单我们把手指这样并拢，让2个手隆起的地方在一起靠在一起。大家看，1、2、3、4就这样交打在一起。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如果你的位置不对，比如说我这个位置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只会单侧的手有一些酸酸胀胀的感觉。位置对了以后，两侧凸起的地方交打在一起，你会发现随着交打，整个手从一个点慢慢到一个面，都会有一些酸酸胀胀的感觉，甚至辐射到我们的一个手心我们就这样。我们也不要做多，先做一个20下到30下，咱们先意思意思，先找一下感觉你看，侧面给大家看一下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撞击的感受就这样撞，好，差不多了。那么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们把手掌打开，很多朋友会发现手心上面会出汗，然后呢，敏感一点的朋友额头嘴唇、后背甚至都会出这种汗，而这种汗和普通的我们天太热出的汗不一样。这种汗它是出这种就是一种细雾就感觉有汗，但是你一摸它有一层细细的雾，一会儿就没有了这种汗呢，其实是一种出汗，是一种非常好的表现我们就这样去做，做上一个50下到100下，一定要追求这种手心当中有一些热微微有一些麻，同时出汗，额头、嘴唇、后背出汗。当我们通过这个方法来回反复的敲，提升我们的阳气，其实无形之中我们讲事物相对立，包括我们身体当中有阳气就有寒气，对吧？你通过这个方法，你阳气上升了，你身体当中一些湿寒之气是不是被压下来了所以通过这个方法，其实也很好的可以帮助我们降低我们身体当中的湿寒之气，对身体是非常好。
我们每天就这样去做。记住了，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吃完饭以后休息一会儿，去做上一个200下晚上最好不要做，因为做这个动作容易让人兴奋。你有时候很多朋友他晚上做完以后，晚上躺在床上他就睡不着觉了。所以我们最好的建议是早上。然后呢，这个如果早上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就选择下午3到5点钟，这也是一个生阳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晚上呢，咱们就不要做这个动作了，做这个动作就容易失眠。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一定要打上有用2个字，你的2个字会帮助更多的人无形之中做了一件善事。记得一定要把这个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你的一个小举动或许正在解决他目前遇到的一些烦恼。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关注我一波，感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春天是一个阳气生发的季节，也是养肝的一个好季节。我们说春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提升我们的阳气，提升肾气，同时再把我们的肝经给它疏通开来，三管齐下，你的身体就不会变差。那么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一个步骤把这3个点全部搞定呢？答案是有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于我们的头部。我们的头上可以说是诸阳之会，上面有4条非常重要的经络，很少有人知道。这4条经络分别是督脉、膀胱经、胆经、三焦经，对应的我们的脏腑分别是大脑、脾脏、肝脏、心脏。它们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你能学会今天的方法，轻松的打开头上的经络，提升我们的阳气和肾气，只要坚持上一小段时间，身体就会越来越好。好了，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先收藏下来。我们来讲动作。做动作之前，我们需要先准备一把绿檀经络梳。这把梳子和普通的梳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可以说是完全为了疏通我们头上的经络而打造的。所以呢，大家注意看上面是有一个大齿头还有3个小齿头，这样看起来就像一个钉耙一样渗透的打开我们头顶上面的经络，而且用起来是非常的舒服我现在呢就拿这个梳子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打开我们头上的经络。首先我们把头上分为2个大区额头这里算上一个大区，我们的头顶从头顶一直到我们的脖子、颈椎这算一个大区。那么在这里呢，每个区也是有不同的区分的第一个区咱们叫做开天门。你看这里是不是像一个门一样？中间我们从中间往上推从我们的鼻梁一直推到我们的发际线，这个呢就叫开门缝先把这个门缝给它推开，用这个最大的齿头往上推，推起来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我们往上推个100下。好，中间的门缝打开了以后再把两边的这个天门给它刮开你看1、2、3、4推的时候一定要斜着，你看斜着推，慢点做给大家看，用这个梳子斜着去推，整个过程是非常舒服推我们这个天门的时候，主要是用这3个小齿头卡在我们的脑门上面去推因为这个梳子它比较的滑它的这个摩擦力非常的小，所以呢做的时候不用担心去把我们的皮肤刮红不用担心去把我们的皮肤伤害刚开始的时候，你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筋结在皮下，推起来像条索状一样的。但是随着这个梳子的一个渗透把我们的经络打通，这些小筋结慢慢它就会化开了我们前面的额头非常重要，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奏。你推完前面以后你会明显的感觉我们头顶上面的经络这一层一层的被打开。所以呢，把前面打开以后，我们就要做到第2个大区，就是从我们的发际线一直到我们的脖子。在这里呢，我们分为3块从我们发际线正着往上推，推到我们的百会，再到我们后面的大椎你看就这样去推。推的时候我们手你看往后推到脖子这，越往后越好，最好能触碰到我们的大椎是最好的。所以呢，我们就这样梳头非常的简单。你其实通过这个方法梳头顶的时候就已经把上面的经络给打开了。很多人
经常感觉头上面不舒服经络不通的，所以呢你在推的时候会有一些微微的刺疼感，有的人还会感觉这个小结节在这个梳子下面一滑一滑的都是正常的。随着这个经络打开这些问题慢慢它就自然而然了没有了。好了，我们不用去管头上有多少条经络，我们只需要按照这个步骤来做就可以了。中间的这一条打开了以后，接着就是两侧，两侧也非常简单。你看，从我边上的发际线，顺着我们的耳朵一直绕着我们的脖子到侧方。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把脖子拉开来，看按照这个角度来到这你看。你看我拿梳子的一个方法是为了让大家也是看清楚这个梳子运动的轨迹因为同样去梳头，你会梳和不会梳它达到的这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会梳的人他这个力量能够通达经络，能够帮助我们推动我们的一个气血促进循环。不会梳头的人呢，虽然一样做动作，但是他通不了经络它的用处就不大了。在这里呢，我们推荐大家用梳子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梳子只要你能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就行了不用去考虑你的手指有没有力气你推起来的感觉到不到位只要是同样的梳子，你推起来都会非常的舒服我们就这样。好，两边各做50下你看我的左边也是一样，从侧面梳下来，1、2、3，大家可以从侧面看一下。整个过程是非常舒服的你会发现特别是梳到我们脖子这有很多人这里会有一些酸酸感、胀胀的感觉有一些小疙瘩但是你梳着梳着这些地方慢慢的感觉就没有了我们就这样，每天你坚持把这个方法做上一遍，连续做上一个20天，你就会发现身体当中的肾阳之气越来越足，你的肝经越来越通畅，整个人的身体的状态健康程度都会变得更加的好。好了，今天这个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为，感谢大家。